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探討一個徹底顛覆人類對自身認知極限的極端案例，也就是哈佛大學長期追蹤的超級老人計劃。我們在實務分析上常常遇到各種異常數據，但這次的數據真的非常驚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已經80多歲、經歷過無數歲月摧殘的老人家，他大腦的運作速度與記憶力，竟然跟一個20歲的年輕大學生完全一樣。這在生物學上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如果我們能夠透過科學去破解他們大腦保持年輕的底層密碼，我們就能重新定義人類老化的極限，甚至把這套策略應用在我們自己的生活實踐中。這是一場高風險的生物學解碼，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拆解報告會分成6個核心階段來進行。第一，我們會先精準定義什麼是超級老人。第二，解碼這顆年輕大腦的硬體結構。第三，深度探討身體與大腦老化的不同步現象。第四，揭開社交活動背後的腦科學秘密。第五，提供大家馬上可以落地的抗老策略。最後，我們會拉高視角，用宏觀層面來看看財富與健康的差距。事不宜遲，我們直接切入核心。進入第一章，定義超級老人，這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巨大矛盾。我們傳統觀念總是認為，老化是一種必然的折舊過程，就像機器用久了總會壞掉。但超級老人的存在向我們證明，老化其實是一個高度可塑的變數，速度是可以被控制的。為了讓大家具體理解這個生物學上的矛盾，我們可以用古董車來做個比喻。如果出廠年份代表一個人的實際年齡，多數車子在路上跑了幾十年，底盤跟零件一定會出現嚴重的磨損與老化。但是，超級老人就像是一台外表看起來已經有60年歷史的經典老車，當你一打開引擎蓋，裡面裝的竟然是一顆剛出廠、馬力全開的頂規 V8 引擎。重點來了哈！在過去這20年裡，分子生物學的工具已經進步到能夠精準測量人體細胞衰老的速度。根據大量的實驗數據顯示，一般成年人隨着年紀增長，大腦實質上會發生萎縮，記憶與資訊處理速度會無可避免地變慢。但這群80、90歲的超級老人完全違背了這個生理軌跡，他們在嚴格的記憶力測試與認知表現上，竟然完美匹敵20多歲的年輕人。這項科學鐵證告訴我們，人類其實可以大幅度去調節自身生物時鐘的快慢，老化絕對不是一條不能回頭的單行道。既然大腦可以抗拒老化，那裡面到底裝了什麼秘密？我們進入第2章，解碼年輕大腦的硬體與連接。我們來用工程學的角度，看看這顆大腦跟一般人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我們不妨把人類的大腦想象成一台超級電腦的硬體設備與作業系統。哈佛神經學團隊在研究中發現，超級老人在運作大腦解決問題時，並不是靠着死記硬背來讓大腦超頻運轉，而是他們的物理硬體本身就長得跟同齡人完全不一樣。根據2016年哈佛團隊精確測量大腦體積的結果，在典型衰老的大腦中，負責處理短期與長期記憶的核心區域，也就是海馬回，會出現非常明顯的萎縮現象。但是在超級老人的大腦中，海馬回不但沒有隨着歲月萎縮，體積反而異常厚實，幾乎跟20歲年輕人的大小一樣。除此之外，這份研究還進一步證實，超級老人的大腦神經回路連接比同齡人強韌非常多。這代表什麼意思？這表示他們的資訊傳輸系統並沒有因為細胞老化而出現斷點，反而一直保持着如同高速光纖寬頻的狀態。對比一般人老化後有如撥接上網的速度，這就是他們認知能力卓越的硬體基礎。其實，整個大腦解剖中最讓科學家感到震撼的發現，並不是剛剛提到的海馬回，而是大腦中一個叫做中扣帶皮層的特殊區域。這個區域在超級老人的大腦裡，竟然也呈現出異常肥大的狀態。為什麼這件事在分析上極度重要？因為在傳統的神經科學領域裡，中扣帶皮層並不是用來死記資料的，它掌管的是人類的動機、心理韌性，以及面對極度困難任務時那種不屈不撓的毅力。這告訴我們一個極度深刻的底層邏輯：一顆真正年輕、有戰鬥力的大腦，光有強大的記憶體空間是絕對不夠的，它還需要一顆動力十足的馬達，產生源源不絕的動力去克服挫折。超級老人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神經網絡的高度活躍，正是因為他們擁有極其強大的心理韌性。
他們願意不斷去挑戰那些讓大腦感到困難，甚至有點痛苦的新事物。這種持續的摩擦力，才是讓中扣帶皮層保持厚實的關鍵所在。那麼，這種異常強韌的大腦硬體結構，在面對現實生活中極端的生理壓力時，會展現出什麼樣的防禦優勢呢？我們來看看醫院裡最常見也最嚴苛的重大生物系統衝擊——全身麻醉與大型外科手術。一般來說，高齡病患在經歷全身麻醉與開刀後，非常容易出現一種嚴重的認知併發症，叫做健忘。這是一種術後長期的意識混亂、幻覺與認知功能停擺的狀態。但長期的醫學追蹤發現，超級老人在接受同樣高強度的大型手術後，展現出了不可思議的神經防禦力，他們竟然幾乎完全免疫了健忘這項可怕的併發症。這份臨床數據有力地證明了，他們的大腦不僅僅是運作速度年輕，更擁有一套極度強悍的抗打擊系統，能夠在遭遇重大危機時迅速重啟並穩定作業系統。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3章：身體與大腦的衰老。很多人會有一個盲點，以為身體健康，大腦就一定不會老。但事實上，人體的生物時鐘是完全不一致的。在實務的醫學觀察中，即使是在同一個人的身體裡面，不同器官和組織的老化速度是可以完全脫鈎、各自發展的。為了讓大家具體理解這個概念，哈佛的臨床醫師分享了一個非常真實但也相當殘酷的案例。有一位60多歲的病患，他是一個極度自律的運動員，一輩子都在跑馬拉松，他的體態極度精實，心肺功能完美到無可挑剔。但是令人震驚的是，這位體能怪物卻被醫師診斷出患有早發性的失智症。這個強烈對比的案例，完美印證了我們在資料庫裡看到的現象。卓越的體能與頂尖的心血管健康，並不能自動給大腦的認知壽命買單。你的肌肉纖維可能保養得像30歲的小伙子，但你的大腦神經細胞卻可能已經快速衰退到80歲的狀態。身體的衰老與大腦的衰老是兩個會互相影響，但卻能夠獨立運作的複雜系統。為了精準釐清這種複雜的衰老機制，現代科學採用了非常先進的蛋白質體學技術。科學家現在只要透過一小管血漿樣本，就能精準讀出人體各個主要器官獨立的老化時鐘。目前的科學共識將細胞老化歸納出了12個核心標誌，這包含了我們常聽到的 DNA 損傷、細胞代謝功能障礙、慢性發炎等等。這就像是一個複雜的作業系統出現了12種不同的系統漏洞。但好消息是，我們並不需要為了這12個缺陷去分別尋找12種不同的解藥。實驗明確證明，透過單一的系統性干預，比如精準調控的運動處方，或是特定模式的間歇性進食，就能在同一時間從基因底層一次性改向這全部12項衰老標誌。這意味着，只要找對了那把主控的鑰匙，我們人類是有絕對的能力從系統層級按下老化的暫停鍵。既然我們知道系統性干預有效，那這些超級老人到底做對了什麼？我們進入第4章，社交科學，這也是他們身上唯一的共同點。我們繼續聊下去，科學家當然試圖去拆解超級老人的日常生活，想從中找出一套完美的抗老作息範本。很多人看到這裡可能會酸說，這些超級老人不就是基因中樂透，或者生活習慣特別好，純粹憑運氣嗎？但身為一個講求邏輯的分析師，我必須說，運氣這個詞通常只是我們用來掩飾目前還無法理解的科學機制。真實的調查數據顯示，有些超級老人確實生活極度規律，滴酒不沾，但也有相當大比例的超級老人，他們飲食極度不健康，愛喝酒，甚至抽煙抽了一輩子。這個令人跌破眼鏡的事實，徹底打破了我們對單一生物學靈丹妙藥的迷思。基因與生活習慣固然佔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完美養生清單，能保證你成為超級老人。那麼，在排除了所有的飲食、運動習慣，甚至是排除了基因的絕對關聯性之後，到底還剩下什麼？哈佛的科學團隊從龐大的數據堆裡反覆交叉比對，最終篩選出了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所有超級老人都具備的普遍特徵，那就是極度卓越的社交連結與極高的社區參與度。他們每一個人都擁有強大且深厚的家庭羈絆，或是擁有互動極度頻繁的緊密朋友圈。
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科學數據證實，長期的孤獨感與社會孤立是加速大腦生物性衰老的最強殺手，它的毒性甚至不亞於長期抽菸。而高品質、高頻率的社交連結，才是唯一能夠跨越基因與生活習慣差異的神經保護傘。這也完美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前面提到中扣帶皮層的強韌度那麼重要，因為去維持人際關係、處理複雜的情緒互動、同理他人的感受，這本身就是一種極高強度的腦力激盪與認知挑戰。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了解了超級老人的硬體優勢與社交秘密，但理論如果不落地，就只是紙上談兵。所以，我們進入第5章，可行的抗老策略，教你如何精準執行。首先，在實務操作上，我們必須先確立一個核心的生理學觀念：對大腦有益的飲食，就是對心臟有益的飲食。雖然我們前面提到馬拉松跑者也可能罹患失智症，但這並不代表心血管不重要。大腦是一個極度耗能的器官，它無時無刻都極度依賴心血管系統提供穩定的氧氣與養分。大量的醫學數據明確指出，肥胖以及連帶的代謝功能障礙是全身系統性老化的超級加速器。一旦你的身體落入肥胖所引發的第2型糖尿病，那就像是在你的每一個細胞裡放了一把慢性發炎的無名火，這把火最終一定會燒破血腦屏障，嚴重損害大腦的認知功能。所以，控制血糖、維持基礎的代謝健康，絕對是保護大腦不被摧毀的第一道防線。針對日常運動的介入，哈佛專家提出了一個非常實用且低門檻的基礎步數法則，我們完全可以照着做。第一步，先誠實評估你目前真實的日常步數基準，就算你一天只走500步也完全沒關係，這就是你的起點。第二步，將這個專屬於你的基準數字直接翻倍，定為你的新目標，500就變1000。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保持行動的一致性，但千萬不要被現在過度狂熱的長壽文化給綁架了。現在很多人每天死盯着智慧手錶上的健康數據，只要少走了100步就焦慮不已。你要知道，這種追求健康完美主義所帶來的慢性心理壓力，會讓體內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長期飆升。這種壓力對大腦神經元的毒害，遠比你今天少走幾百步還要可怕得多。統整來說，要打造認知功能的長壽，我們必須穩固4大核心支柱。第一，絕對不能把睡眠單純當成身體在關機休息，睡眠其實是大腦在進行高強度運作，用來鞏固記憶與清除神經毒素的主動過程。第二，你的作息必須順應自然的日夜節律，這深深影響着體內荷爾蒙的分泌與代謝效率。第三，維持良好的骨骼肌質量，肌肉不是為了好看，它更是身體吸收多餘血糖的超級海綿，攸關代謝能力。第四，這也是最呼應我們前面提到中扣帶皮層的一點，你必須主動去尋找那些會讓你感到挫折的新事物，比如強迫自己這個年紀還去學習最新的人工智慧工具或複雜的新科技，這種讓你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有點痛苦的學習過程，正是刺激大腦產生神經可塑性、長出新連接的唯一路徑。解析到這裡，我們已經掌握了個體的實踐方法。接着進入第6章，財富與健康的差距。身為一個專業分析師，我們不能只看微觀的細胞，我們必須拉高視角，看看背後殘酷的社會宏觀現實。當我們把研究樣本從實驗室放大到整個真實的社會層級時，我們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現象：生物學上的老化速度往往只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縮影。社會人口學的宏觀數據血淋淋地展示出，要精準預測一個人未來能否健康地老去，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往往根本不是他的基因庫，而是他所擁有的財富水位、教育程度以及他所居住的地理位置。擁有高社經地位的人，天生就享有充沛的頂級醫療資源、高品質的飲食選擇與安全的居住環境，這無疑是減緩老化的極大有利條件。相反地，身處低社經地位的群體，他們必須長期暴露在沉重的財務壓力與社會不平等的對待之下。這種常年累積的社會性壓力，最終都會無情地轉化為強大的生物性耗損，引發全身慢性發炎，大幅加速大腦細胞的凋亡。社會階級的殘酷差異，最終確實會無情地刻畫在我們每個人的生物時鐘上。
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1. 大腦其實具備着我們想象不到的強大抗老潛能，老化是可以被干預的。2. 深度的社交連結與主動面對困難的心理韌性是保持大腦年輕的關鍵鑰匙。3. 健康的老化不僅僅是個人的醫學課題，它更是一個嚴肅的社會資源分配議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老化絕對不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戰敗。透過穩固的高品質社交以及持續學習、擁抱挫折的強大韌性，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在底層改寫自己大腦的生物鐘。那麼現在問題來了，你是選擇繼續待在舒適圈裡，看着大腦安逸的生鏽老化，還是願意立刻起身去擁抱挫折，為你的中扣帶皮層注入全新的強大活水呢？你覺得你的大腦時鐘現在究竟停留在幾歲？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